他在墓地许下一个愿望，希望能再见到去世的母亲。没想到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男人忽然晕了过去。等醒来时，他发现双手变得稚嫩无比，在离开时他已经是少年模样。他不仅变得健步如飞，骑自行车也变得轻松了很多。还没等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又发现路上的小汽车都是几十年前就已经不再生产的品牌。终于在路过一面镜子时，托马斯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少年。很快他想到多年未见的母亲，托马斯忐忑地来到了家门口，门口出现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，记忆随之袭来。很快托马斯想起了那是父亲，他一脸懵逼地被父亲招呼着做事。这时托马斯看到厨房里面有一道熟悉的身影，厨房里正是他40年未见的母亲。他强忍着没有流出眼泪，看到托马斯傻站着原地，母亲以为他太累了，让他去休息一会，随后来到自己的房间里，墙上贴着他喜欢的电影海报，各种不同动物的模型玩具，一些流行音乐唱片，这些都让托马斯感触良多。当年美好的童年回忆再次浮现，妹妹看着哥哥的样子，以为他傻掉了。托马斯还以为这一切是在做梦，睡一觉就会醒来，可他一觉睡到了晚上吃饭时，结果却发现父母和妹妹都还在身边。托马斯脑子里产生了很多疑问，这一切真的不是梦吗？可他也做不了任何事情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第二天一早起来，托马斯还是少年的模样，他习惯性的摸了摸胡子，虽然他看着只有15岁，可他的脑子里却装着50岁的灵魂。接着他和妹妹一起去学校里上学，在学校里托马斯看到了曾经要好的朋友，还有曾经暗恋过的女孩。虽然托马斯穿越回来了，但他却没有想着要追女孩这种俗套的桥段，他只想知道一切是怎么回事。不过很快他也就知道了。放学后朋友邀请他回家玩，在朋友家里托马斯看到了一本科幻小说，上面写着一个人穿越回到过去，然后改变人生的故事。托马斯像是明白了些什么，他立马离开了朋友家。按照小说上面的设定，穿越回来是为了改变命运，那么他穿越也一定是为了改变什么。他想到今年会发生一件大事，父亲在某一天会突然离开，抛下了他们所有人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也没有任何预兆。托马斯想问问父亲为什么要离开，可如果现在问这些太过奇怪了，最终他还是没有开口。然而这一次的托马斯拥有50岁的大脑，很快他就察觉到了曾经没有注意到的细节。父亲每晚都要待在厕所，像是躲着母亲的样子，父母的感情好像不太稳定。紧接着托马斯又掌握了一个证据，母亲让托马斯去给奶奶送点东西，于是托马斯骑着自行车来到奶奶家。此时已经到了中午，奶奶便留下托马斯吃午饭，他们一边吃饭一边翻看父亲小时候的相册。这时翻到了一张特别的照片，上面有母亲和父亲，加上一个陌生的男人。这时托马斯得知了一个消息，男人是父亲的发小，也是他母亲的未婚夫。可惜当时发生了战争，发小在反抗德国时不幸牺牲，于是发小希望父亲照顾他的未婚夫，也就是他的母亲，所以他的父母才结婚的。原来父母不是因为爱情在一起的。托马斯有些猜到了父亲的离开原因，可他却没有明确的证据。回去后，托马斯翻开父亲的抽屉，希望能找到些什么证据。尽管父亲是所有人眼中的好男人，但直觉让托马斯觉得父亲是出轨了。托马斯开始每天盯着父亲，终于在这天父亲露出了破绽。一个陌生的女人给父亲打来了电话，他骗母亲是工作上的事情，不知道他们聊了些什么。随后父亲想要出门钓鱼，托马斯怀疑父亲是出去偷偷约会，提出也要和他一起去钓鱼。没想到父亲却没有拒绝他，而且他们是真的来到了野外钓鱼。看来是托马斯想多了。托马斯趁此机会和父亲聊天，这时托马斯又得知了一件事情，父亲的工作是帮别人裁剪衣服，可父亲说他不喜欢这份工作，只是能赚到钱而已。父亲不爱母亲，也不爱自己的工作，看起来这些年父亲并不开心，只是曾经的托马斯没有察觉到过。然而在调查的过程中，自始至终托马斯都没找到父亲出轨的证据。渐渐他开始怀疑自己想多了，只是父亲为什么在今年要离开家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除了调查父亲离开的原因，平时托马斯也在正常的上着课。学校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太幼稚了，可学校里有他曾经暗恋的女孩，每次上课他都不好好上课，而是在画女孩的画像，却没想到被老师发现了。老师批评他不好好上课，可老师的年纪还没他大呢。受不了的托马斯和老师顶嘴，结果被赶出了学校。一时间托马斯的事迹传遍了学校，女孩也听说了这件事情，可女孩反而觉得他画画很好看，对他产生了意思。就这样，托马斯和女孩开始频繁的接触。曾经的托马斯懦弱胆小，现在的他却自信大方，对女孩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完美回答。女孩是一个很成熟的人，她被托马斯这样的性格深深吸引。在临走时，女孩给他一个亲吻，两人发展得很快，他们不顾同学的眼光，每次放学都一起回家，或者一起骑自行车出去玩。这天女孩更是带他来到自己家，女孩让托马斯教她如何画画，托马斯在认真的教学，女孩则总是偷看着托马斯。眼看时机差不多了，女孩主动握住了托马斯的手，可这时托马斯却拒绝了女孩，毕竟他是50多岁的灵魂，对女孩并不感兴趣，或许只是为了弥补当年的遗憾，才想要和女孩说说话罢了。离开的托马斯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，
原来曾经错过的人不一定是遗憾，反而托马斯越来越想念自己的妻子和2个可爱的孩子。他找了个电话给妻子家打去，对面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，现在的妻子也才10岁左右。托马斯说他们以后会结婚，还会生2个女儿，却被对面当成神经病挂掉了电话。托马斯越来越想家人了，他想要穿越回去。他来到了墓地，他记得就是在这里穿越了。他闭上眼睛，许愿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。结果就是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显然是没有作用。托马斯又想起了那本科幻小说，上面说穿越是为了改变命运。于是托马斯意识到，穿越回来肯定是为了母亲。当时他很思念母亲，而母亲的死亡原因就是因为父亲不告而别。母亲很快抑郁而去世。托马斯带母亲出来散心，他和母亲说要开心点，别被家庭的责任困住，多出去旅游旅游。可这却让母亲感觉到莫名其妙。C'est drôle, mais depuis quelques jours, je te trouve différent. Peut-être que tu grandis, tout simplement. 托马斯陷入了沉思，与其劝一劝母亲，不如去劝父亲不要离开他们，母亲也就不会去世了。可托马斯还是不知道父亲为什么离开。看到父亲偷偷出门，托马斯想要跟着父亲一起，结果这一次遭到了父亲的拒绝。托马斯意识到了不对劲，父亲却直接的离开了。很快托马斯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他借了朋友的一辆摩托车，开始偷偷跟着父亲。他们行驶在一条乡下小路上，结果父亲只是为了给客户送裁剪好的衣服，托马斯却没有放弃，一直跟着父亲。终于托马斯还是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事情，父亲抱住了一个陌生的女人。托马斯失望透顶，他自己是一个尽职尽责爱家人的男人，父亲为什么却出轨了？他喝酒将自己灌醉，直到第2天母亲叫他起床，想到母亲会因此去世，托马斯还是决定来找女人谈一谈。可他还没有开口说些什么，女人就开始解释，是因为女人得了癌症，还是晚期，所以父亲才来看他的。虽然2人是青梅竹马，但他的父亲没有出轨过。托马斯无言以对，没有想到是这样的情况，他只能回到家里。他想要安慰母亲，母亲太可怜了，身边有一个从来没有爱过她的男人，真正爱她的男人又在战争中去世了。只是托马斯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接着他又来找到父亲，托马斯还是什么都没有说，父亲却盯着他若有所思。托马斯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做不了，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终于父亲在这天还是离开了，因为得癌症的女人去世了，他也没有留下来的意义。托马斯赶紧骑自行车追了出来。托马斯还有最后一个办法，他坐到准备离开的父亲身边。托马斯说出自己是一个穿越者，在他离开之后，他们家里没有了收入来源，母亲不得不打工养活2个孩子，并且很快就太劳累加上太伤心去世了。托马斯让父亲一定要留下来，可父亲思考之后还是决定离开，因为父亲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，不爱的人加上不爱的工作，这种人生没有意义。他坐上了离开家的火车。托马斯不理解为什么父亲这么绝情，托马斯只能回到家，他不断安慰母亲，让母亲不要为了父亲伤心，那个绝情的男人也不值得他伤心，以后找个更好的人嫁了。却不知道母亲听没听进去，该做的托马斯都做了，一切会不会改变？好在现在的他拥有50岁的大脑，实在不行他也可以好好陪伴母亲。然而却在他骑自行车路过墓地，忽然他摔了一跤，他慢慢闭上了眼睛，等到醒来时他已经穿越回去了。他看了一眼墓碑上母亲去世的日期，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，又或者刚刚只是睡觉做的一场美梦。可即便是美梦，他也意识到自己有多爱家人，也绝对不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。他慢慢走路回家，这时路过了一个男人，好像是他的父亲。抛弃家人的日子会快乐吗？托马斯没有停留，终于他看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，他露出了笑容，至少他比父亲好多了，没有辜负家里人。托马斯将这段经历画成了漫画，他也赚到了很多钱，给家人带来了更好的生活。这一切到底是不是一场梦？或许他就是那个想要抛弃家庭的父亲。这段故事只是托马斯编出来警醒自己，不要辜负家人的一个漫画罢了。